呀，大美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在问问你呢。这你不是答应大美要给我弟弟买房子的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把我妹妹的卡给冻结了？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弟弟买房子了？什么？你没答应？大美，他没答应吗？姐，这事我压根没跟他说，这我们俩是夫妻，这还用得着说吗？他的就是我的呀。说的也是，这你们俩反正都是两口子，这是谁买不是买啊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给外人买的，这可是给你小舅子买的。姐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们说给他买就给他买呀，你们用的可是我辛苦挣来的钱，你们这一家子也都是我养的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凭什么你们需要钱就给我要呢？我又不是开银行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能挣钱吗？你说你一年下来挣那么多钱呢，你给我们花点怎么啦？怎么了，大美？我问问你，你用钱的时候你哪次跟我说了呀？上次你给你弟买车，一花就是50万，你给我说了一声吗？你把我当成你老公了吗？你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吗？我看你是不是就把我当成提款机了？区50万，你还好意思说得出口啊？你这用得着说吗？你还记在心上了？再说了，那人是我弟弟呢，我又没花给外人。就是我妹妹说的对，你说小白，你这堂堂的一个大老板，你怎么那么小气呢？怎么还跟你媳妇儿计较起来了？我小气？我小气的话，我会给他买车，给他买房。你们别忘了，房子我已经给他买了过一套了，虽然平方不大，但是也有100多平方的，够他自己住的吧？100多平方你还好意思说？我弟弟买房子可是要用来当婚房的，他是要结婚的，不是一个人住。那100多平方够干什么的呀？怎么着啊？你弟弟这个女朋友1000多斤啊，这100多平方都住不下啊？你懂什么呀？这买房子又不是我弟弟和他弟媳妇2个人住的，这到时候结了婚之后，这我妈和我还有大美想去住的时候，那肯定要有房间嘛。这将来孩子生出来，哪一个不要的房间呀？都要大房间。那你的意思，你弟弟这一辈子都得我养是吧？我是卖给你们家了吗？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什么叫卖给我们家了？这不是你有本事吗？这都是一家人，计较那么多干嘛？谁有本事谁多付出一点不行吗？是啊，小白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？你成熟一点可不可以啊？都已经是个大人了，都当老板了，还像个小孩子一样。我像小孩子？大美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在我看来，你才是这个巨婴吧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都已经嫁人了，你是我们家的人，什么事都为你娘家考虑，你考虑我的感受吗？行了，你们两口子先别吵了。小白，你知不知道金源买房子这件事？我弟弟当时在买房子那里刷卡，卡被冻结了，当场让他下不了台，都气得直接走人了。家里边人谁都联系不上。就是我弟弟要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。我今天就问你一句，这个房子你到底买不买？房子的事啊，你们就别想了。而且这个坎儿我会永远给你冻结的，不会让你花我任何1分钱。行啊你，小白，我看你敢这么做，你是不是不想过了？我不想过，大美，在我看来是你不想过了吧？你说你们一家人都是什么人啊？哼，你大姨妈缺钱，你找我要；你二姨夫缺钱，你也找我要。你弟弟买房子买车都是我掏的钱，还有你这个姐，别忘了他的车也是我买的，而我换来的是什么呀？我付出这么多，换来的是什么呀？换来的是你们的永无的索取。现在我受够了，你们的家的任何事儿我都不会过问了，钱我也不会出1分，不想过咱们就离婚。说得好，离婚就离婚，谁怕谁呀？爸，来你坐。你说说你啊，这我儿子去买房子，那么多人，你说你在我们的脸往哪放啊？啊，卡里居然没有钱。爸，他们这么说就算了，怎么连你这么说呀？他们年纪小，而你呢？你年纪这么大了，这个道理懂不懂啊？我为你们家做出了那么多，难道你们家一点都不感恩戴德吗？你说这叫什么话呀？你在教训我吗？还我们感恩戴德，你呢？我把我闺女嫁给了你，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哈，还需要我给你感恩吗？还有我儿子呀，今天没买成房子，脸都丢尽了，到现
现在还没回家呢，这个事儿怎么算？妈，你儿子跑了，那是因为你们家惯的他不懂事儿，你们家一点不如他的意，他就玩消失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他不出3天绝对会回来的。还有，你说大美嫁给我，我让她吃过苦吗？她说不想干家务，不想洗衣服，不想做饭，我立马给她请了保姆。她说不想干活，行，你在家闲着，你去玩，你去打牌，我给你钱。我在外面辛苦劳动的为了什么呀？不就为了让她幸福吗？妈，结果你现在这么说我，你难道感情不会痛吗？我痛什么呀？你为我女儿付出那么多，不是你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吗？你有什么好这炫耀的呀？行，我算看出来了，我为你们家做的再多，你们也认为我是理所应当的是吧？对，难道不是吗？这我妹妹嫁给你5年了，她5年的青春都浪费在你身上了，你为我们家做一点，那是正常不过的事。对，你要是想跟我女儿离婚的话呀，这房子、车子、存款都是我们的。就是，到时候啊，你可是人财两空，你可要讲清楚。行，到现在我是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你们一家人的丑恶嘴脸，他还要精神损失费。那我问你，我这5年的精神损失费，你们谁给啊？你们一家人啊，我真的受够了，我受够了你们一家的伏地魔。你们啊，就是一群吸血鬼，不把我吸干，你们誓不罢休啊！行，今天啊，你们都在这儿，我也把话说清楚。大美，咱们离婚吧，以后咱们俩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家任何事儿也和我没有关系。想离婚是吧？可以，但是你要把房子和车子，还有你的存款都给我。这个破公司我就不要了，留给你。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够可以的呀，这事儿我不同意，并且啊，我会去法院起诉你们，告你们全家。告我们全家？你敢？你凭什么告我们呢？就是。凭什么？就凭咱们是夫妻的时候，你不经过我的同意，把我的钱转给你的家人。我虽然和你是夫妻，咱们财产是共有的，可是我和你家人没有什么关系，凭什么动我的钱呀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呀就等着接法院的传票吧，我懒得跟你说多，我还有事儿。这该怎么办呀？他不会真告我们吧？看我干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？妈，咱们这次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这万一小白真给我离了婚，我这好日子不就没了吗？都怪你。现在不是好日子不好日子啊，现在就问你他告不告我们？是啊，他一告的话，咱们是不是把手里他给他买的东西全部都要退还给他呀？我也不懂啊。大美，找小白，咱们给他道歉，咱别说话那么难听了，说不定一道歉他一高兴，他就不告我们了。